怀有8个月身孕时，婆婆给了我一巴掌，只因我没有按时拖地。生产时我难产，丈夫握着我的手扶在我身旁，深情地说：我为你买好了巨额保险，你可以去死了。我咬牙微笑道：一尸两命，肚子里是个男孩。重男轻女的丈夫和婆婆瞬间跪在地上求我不要死。丈夫本以为我是个好拿捏的软柿子，直到最后他才发现我远比他想象的还要恐怖。孕妇难产，现在情况很紧急，请家属签字病危通知书。医院的小护士匆忙拿出病危通知书递给沈成峰。保小，没有丝毫犹豫。沈成峰启唇吐出冰冷的2字，利落地签上自己名字。真是造孽！你说生个女孩下来干什么？还不是个赔钱货。一旁的李文婷嘟囔道：自从知道我怀上了个女儿后，她就没给过我好脸色。孩子的头被脐带卡住了，孕妇现在没力气，丈夫要不要进去照顾一下孕妇情绪？小护士从手术室里头探出头来询问。好，我现在来。没有一丝犹豫，沈成峰阔步跟随护士来到我身边。孕妇加油啊，就差一点点，孩子就要出来了。医生着急地大喊。我痛苦地呻吟着，下体传来撕裂般的疼痛。见沈成峰走进来，我睁大眼睛不可置信。老婆加油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你辛苦了。沈成峰深情地说，他握住我的手，脸色竟是担忧的神色。一旁的护士都为之感叹，真是个好丈夫。他无视我仇恨的眼神，伏在我耳边轻声说：孩子活不活着无所谓，但是你必须死。我激动地挣扎着，医生急忙大喊：丈夫安慰好产妇情绪，再这样下去可能会一尸两命，真让你失望了。肚子里是个男孩。看着沈成峰得意的表情瞬间凝固住，我苍白的脸上挤出一个胜利的表情。医生，求你一定要保住我的老婆和孩子，求求你，听见我的话。沈成峰咬牙开口。哇！煎熬的氛围被打破，一声响亮的啼哭声让所有人心里的石头落下。恭喜，母子平安。产妇现在身体很虚弱，急需休养和补充营养。沈成峰推着我的病床回到病房内，见四周无人，便卸下伪装。孩子我会照顾好的，你自己这段时间就在医院里自生自灭吧。不过不要担心，我妈会给你准备好1日3餐的。见我没有力气回应，沈成峰摔门而去。傍晚时分，我睁开眼睛，沙哑着声音喊道：水。漆黑的病房静悄悄的，没有人回应我的话。恰逢这时，李文婷进入病房，见我已经可以活动，便将饭丢到旁边的桌子旁，冷冷开口道：算你福大命大，这都没死。我望向旁边的饭菜，一碗白米饭和几根黄色的菜叶子，这哪里是坐月子该吃的？我沉默没有说话。待李文婷走后，我伸手拿出身旁背包里的手机，里面录下了李文婷说的所有话。我拍了张饭菜的照片发给沈成峰，配文：还不想完全毁掉你沈成峰在媒体面前的完美丈夫形象的话，限你10分钟内带着好菜好饭来医院。接到消息的沈成峰按耐心中想杀人的念头，推掉手头上重要的会议，买了一份饭，急忙刚到医院。你别以为这一次你逃过了就万事无忧，我总会有办法让你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世界。沈成峰咬牙切齿道。我吃着温热的饭菜，淡淡开口道：尽管除掉我，只要我一死，沈家这几年做的勾当就会公之于众，孰轻孰重你掂量掂量。你到底怎么样才肯离婚？这是沈成峰第2次对我这么说。我不会离婚的，我到死都会缠着你们沈家。我扯出一个冷血的笑容。废物，连这种事情都做不好，
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，活该你是个孤儿。我捂着被扇青的左脸，仇恨地盯着愤怒的李文婷。妈，你也别和他计较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从小没爸妈，所以没什么教养。沈成峰安慰着李文婷，还不忘挖苦我。我低着头，手指甲几乎都要嵌入手掌里面，手掌传来阵阵痛感，刺激着脑子。我和他相恋的8年算什么？原来他只是想要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，只是更凑巧的是我是个孤儿，连个依靠都没有，所以就可以随意欺负我。怀着8个月的身孕，还要我跪下来擦地，只因我说肚子里是个女孩，便毫不怜惜。罢了罢了，去做饭吧，省得待会没饭吃。李文婷火气消下来一点，摆摆手让我去做饭。我假装低眉顺眼应下来，其实每一顿放在饭桌上的饭我都偷偷加入了东西。至于我上不上桌吃，沈家人从来不在乎，他们只在乎我有没有收拾碗筷整理家务。从我嫁进来那一刻，我注定与沈家不共戴天，毕竟我不是因为爱情而嫁给他。第2天一早，新闻头条都炸了，大家都在搜沈氏集团总裁疑似纵容母亲家暴怀孕8个月的妻子，真相令人吃惊，并且附上了我跪在地上楚楚可怜捂着脸的照片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电视中报道的新闻媒体几乎都在批评沈成峰是个妈宝男，不禁笑出声。听闻风声的沈成峰第一时间站出来开记者发布会，澄清并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是妻子意外摔倒，母亲只是想去搀扶，不是媒体所说的家暴，并且声明自己的家庭很美满，并且过段时间就会带着妻子去海边旅游。早年间，沈成峰娶了相爱8年的灰姑娘女友，成为大众热点。大家纷纷赞赏他是个深情的男人，给民众留下不错的印象。他怎么会在上升期这个节骨眼上自砸招牌？忙活一天，恼羞成怒的沈成峰将一摞报纸扔在我面前，大声呵斥道：“看看你做的好事！”我端起一杯咖啡，悠闲地抿了一口，不错，拍得我很漂亮，不愧是花了大价钱找好机位的。想和我去旅游，只是不知道你能不能享受得起这个福分。沈成峰恶狠狠地盯着我，眼神如同毒蛇一般，想要把我生吞。谁输谁赢，现在还未知呢。沈总说罢，我转头回到房间，肚子里的孩子还在。沈成峰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让我出事，影响公司声誉的，但是我还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我眯起眼睛，思考对策。旅游的目的地是三亚的海滩，为了彰显牌面，沈成峰特地启用私人飞机带我前去。因为早就将此事告知媒体，海滩上早早聚集了许多摄影师。老婆慢点，小心摔了。沈成峰温柔地牵住我的手，但是只有我知道，看似温柔的背后，沈成峰到底有多用力。谢谢老公，不过还是老公小心点为好。戴着墨镜看不清路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摔倒了。我笑颜如花，对着摄像机露出灿烂的笑容。一众摄影师都不禁为我们美好的爱情感叹。夜晚的海冰冷刺骨，沈成峰租了2套潜水衣，邀请我下海潜水。虽然知道沈成峰心里打着什么算盘，但我还是爽快地答应了。乘着他准备下水的间隙，我偷偷联系上了几个在三亚的潜水员，要求他们在我们下水后一同跟随。理由是我们都是新手，怕出现意外。但其实我们都是有10几年潜资的潜水员了。你是真的不怕死？见我换好了潜水装备，沈成峰嘲讽道：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”我留下一句让他摸不着头脑的话，就下水了。不过沈成峰也没有多想，
早在来三亚之前，他就已经帮我买好了巨额保险，甚至连出事理由、身后事如何操办都想好了。只是不知道我竟然会这么爽快上钩。我没有敢往深水的地方游，但只是在浅水的区域，也足够领略海洋的魅力。呈漩涡状的鱼群，色彩斑斓的珊瑚，无不展示着海洋的美丽，亦如同我们当初的誓言。见我沉浸其中，沈成峰偷偷绕到我身后，企图拔开我的氧气罐。当我意识到事情不对的时候，沈成峰已经游走了。见我在水中挣扎，跟在身后的潜水员立马向前游去，目睹沈成峰离开我身边上岸的过程。潜水员已经来到我的身旁，抱着我往上游，直到他们见证了沈成峰谋杀的全过程。我暗自笑了笑，最终还是支撑不住昏了过去。陆总，你放心，我们都是识趣的人，今天发生的事情一句话都不会往外说。手中拿着钱的几名潜水员对着脸色发青的沈成峰点头哈腰，点了点数离开房间。想不到你还留了一手，真让我意外。沈成峰见我苏醒，扑过来狠狠地掐着我的脖子，只能怪你的手法太拙劣了。嗨嗨，别以为那么容易就可以杀了我，我能嫁给你就有我的本事在。沈成峰手上的劲越来越大，我边咳嗽边盯着他说。见我快要再次昏过去，沈成峰这才松开手。见了记者之后不要乱说，我倒台了对你也没什么好处，自然不会让你难堪。我笑了笑，不是不能说，只是时候未到。陆总，请问你们在海里发生了冲突吗？为什么您的妻子会意外溺水，只有您一个人上岸了？请问你们夫妻关系不和是真的吗？这次溺水事故是不是有意为之？面对众媒体的询问，陆成峰搂着我的腰严肃回答：请大家不要再颠倒黑白，一切原因是因为潜水设备出现故障导致的。我们特地请了前办，就是为了安全着想，也已经向政府举报检测该潜水店的设备安全问题了。是的，我们关系很和睦，没有大家口中说的那种事情。我主动扣上沈成峰的手，微笑回答记者们的问题。出事后的几天，网上都在议论此事，一时间我被塑造成了大难不死的灰姑娘女主人设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根据政府的检测，我们租赁潜水设备的商店确实存在质量隐患和无证行商的问题，大家也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是沈成峰做的手脚。那几名潜水员也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，这件事只能不了了之。想必这就是沈成峰找好的借口吧。一个无牌的商店，四下无人的环境，要想伪造现场易如反掌。或许就是吃准了不会被人发现，才敢这么肆无忌惮。回到家后，我继续充当着孝顺儿媳妇的角色，立马给李文婷炖了黑乌鸡汤，气得她愣是半天讲不出一句话。几天后，我定时去产检，坐在颠簸的公交车上，大概40分钟后就到了医院，拿着单子排队。正无聊之际，却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沈成峰正扶着一个不知名女人的腰，身边还有一个小男孩，二人正陪着孩子等待进入诊室。女人笑得很开心，沈成峰脸上也露出难得的笑意，那是他在家从来都不会表现出来的。回想起往事，自从我怀孕以来，沈成峰从未带我来过医院产检，哪怕我已经因为肚子逐渐变大而行动不便，他也从未关心过我。看着甜蜜的三人，我心中却没有丝毫波澜。我不会因此难过，因为我从未爱过他。让我发现这种事情，只是增加了我手头上的筹码。我勾唇一笑，拿出手机拍下三人的模样。
便轻快地进入诊室。回到家之后，沈成峰意外地叫李文婷到书房商量事情。我伏在门上，听着里面一举一动。听到里面的内容，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弧度。事情朝着我预设的方向进展。50万，帮我找出那个女人。坐在咖啡桌前，我甩出一张银行卡给私家侦探。这可能有点难度。侦探隐晦地说，事成之后另付50万。我端起一杯咖啡细细品尝。没有什么事情是钱办不到的，尤其花的还不是我的钱，钱是结婚时沈成峰给的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300万在卡里我一分没动。虽然贵为沈家儿媳，但是沈成峰可以称得上是抠门至极。结婚时给我的300万是沈爸出的不说，没有给我买过任何东西，转头却给小三买车买房，就连每个月给的家用钱，甚至比公司员工的工资还少。好在我平时并不大手大脚的花钱，还能攒下不少。来到国际购物中心门前，我不由得感叹真是气派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来。走进里面的奢侈店，昂贵的衣服首饰琳琅满目，随便挑了家电坐下。店员见我穿着穷酸，也不屑搭理我。我挑眉看着嚣张的店员，开口道：“把你们店里面最贵的包拿出来我看看。”店员上下扫了我一眼，尖锐地嘲讽道：“如果您买不起，请不要坐在这里打扰我们正常营业。”我没有回答，站起身看了一圈，找了一个感觉最漂亮的包，包起来，把账记在沈氏名下。一听是沈氏的人，店员的态度连忙180度大转变，急忙问了我的名字，打电话到沈氏确认。平时沈成峰购物也是用这个方法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我悠闲地坐在一旁等待。打完电话的店员立马点头哈腰，问我需要什么，帮我把这10个包装起来。我指着面前最贵的10个包说道。我让店员将包送到沈家，随即又去了下一个奢侈品店扫荡。等到沈成峰发觉我的事情时，一众奢侈品已经送到家了。你拿着沈氏的钱在外面挥霍，也该有个度。接起沈成峰的电话，另一头传来咆哮的声音：“这些奢侈品加起来，恐怕远远还不够你给小三买一套房吧？就这样吧，我很忙，没什么事，就不要打扰我了。”我挂掉沈成峰的电话，见天色已黑，准备打车回家。见我回到家，沈成峰阴翳着脸看着我。我路过他身边，准备上楼，谁知他突然伸手抓住我的手腕，抬手给了我一巴掌。我警告你，别去找他麻烦。没有理会沈成峰的警告，我上楼拿出手机，躺在地上，做出一个楚楚可怜的动作，既拍到了我受伤的脸，又拍到隆起的肚子，修了一下图，我满意的发送到网上，配文：早知道爱会变质。见到霎时间有几万浏览量后，我满意的删除掉该帖子。正主都发话了，这沈氏集团老总肯定塌房了，家暴的妈宝男，这样的人管理的集团能有什么好产品？见网上言论开始发酵，我关掉手机，潜入沈成峰的房间，在他的枕头旁拿走几根头发。再见了沈总。看着熟睡中的沈成峰，我畅快地笑出声。他还不知道明天等待他的是什么。我将奢侈品全部变现到一张银行卡内，带着全部家当连夜离开沈家。消息真实，看着私家侦探放在我面前的照片，我不禁冷哼一声，千真万确，我就是看着沈总从这个女人的家里出来的。我将剩余的50万拨到侦探的账户上，他识趣地离开了。好久不见我的好闺蜜赵锦英，我摸着照片上女人的脸思索着，今天怎么没带钥匙？听见大门外传来响声，
赵锦英疑惑地开门，当看见来人是他，马上合上门。我们得有5年没见了，怎么不欢迎我吗？我伸手挡住将要合上的门，笑眯眯地看着眼前惶恐不安的人。妈，是谁在外面？里面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。没什么，你先回房间写作业吧。妈妈接待一下客人，见我态度强硬，赵锦英只好硬着头皮让我进了门。走进屋子里，我扫视了几眼，一个大平层，很好的地段，装饰品很高端，暖色调的搭配显得格外温馨。你成为他的情妇有多久了？3年、5年，还是更久？站在茶几前，赵锦英戒备地看着我。我们才是真正相爱的，他只不过是为了名声才娶得你，你想要的都已经得到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？赵锦英握紧拳头，身体因愤怒而不断颤抖。他就是嫉妒的不得了，凭什么一个孤儿能找到这么优秀的男人，而他只能住在简陋破旧的出租屋内？他拼了命地往沈成峰身上靠，甚至不惜让自己的孩子顶着私生子的骂名，只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我可以不计较你插足我婚姻的事情，甚至可以让你的孩子过继到我名下，只要你把你和沈成峰之间的事情完完整整地告诉我。我向他抛出橄榄枝，他有些动摇，但想到一旦沈成峰身败名裂，作为小三的他也会跟着倒台，他拒绝了我的请求。你会后悔的，我朝他微笑道。临走前趁他不注意，顺走了桌上还有一半的儿童饮料。配对结果出来了， DNA 亲自鉴定结果高达99%，99%，二人是父子关系。拿着亲子鉴定报告，我拨通了电话给沈成峰，将孩子的事情告知给他。如果不把孩子过继在我的名下，就将事情告知媒体。沈成峰已经为了前几天发酵的家暴事情忙得焦头烂额，为了防止舆论再次发酵，他只能将孩子带到家里来。从今天开始，她就是你的妈妈。小孩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趴在地上哭闹，要回家找妈妈。待到孩子哭喊累了，才起身对着沈成峰说要休息。临走前还白了我一眼。沈家突然过继了一个继子的事情引起轩然大波，大家纷纷猜测是沈成峰的私生子。我出面回应说，其实是远房亲戚的孩子，父母早逝才接到身边抚养，又立了一波和蔼可亲的女主人形象。孩子对我的态度并不好，总会有莫名的敌意，玩玩具时还会朝着我的头砸过来，骂我破坏他父母的感情。我才是他们关系的插足者。沈成峰回来之后总是哭闹着要找妈妈，我们离婚吧。这是沈成峰第一次对我说。我想给锦英一个名分，那我呢？我陪了你这么多年算什么？我注视着他的眼睛，假装痛心的开口，什么条件你尽管开口，拿了钱就滚出沈家。沈成峰一脸不屑，我要沈家所有的资产，还要你沈成峰的人生。他一脸不可置信，你疯了吧？我总会有办法让你离婚的，除非我死了。看着沈成峰的脸，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我把话说绝，除非是我从世界上消失，否则要我离婚，做梦。但是也可以是沈成峰从这世界上消失，见我大着肚子蹲在门口，孩子也没有再拿玩具丢我，但依然对我有戒备。我偶尔会带他出去公园，或者是做些好吃的，慢慢的他也不再抗拒我的靠近，有时还会听听我肚子里孩子的胎动，问我是妹妹还是弟弟。生产那天很突然，是个意外。我在下楼时不慎踩在一滩水上，滑倒滚下楼梯，肚子下面鲜血直流。孩子见到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地上还有血，连忙拨通了沈成峰的电话和医院的急救电话。
等救护车到的时候，胎儿的状态已经很危险了，只能赶紧送到医院生产。地上怎么会突然多了一滩水出来？怎么想也知道是李文婷希望我流掉肚子中的女孩，好让私生子继承沈家的家产。在医院休息了一段时间后，我回到家，男孩被几个月前我差点流产的事情吓到惊魂未定，一直缠着我问我有没有事。因为最近沈成峰个人口碑的下滑，导致沈氏集团的订单和销量都直线下降，他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。一边是赵锦英每天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离婚娶她，一边是我的威胁，让他几乎都要崩溃了。一天晚上正应酬完，喝了不少酒才回家，他一路跌跌撞撞地走进门，发现我的屋子已经关了灯，看起来已经睡下了。如果没有这个女人，我现在就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一个在上升期的公司。现在这个局面都是这个女人害的。想到这，沈成峰借着酒劲冲进我的房间，扑上来，狠狠地掐着床上的人的脖子。被子里的人拼命反抗，渐渐的也没了声响。沈成峰近乎癫狂地大笑起来，嘴里不断念叨：“你也有今天，早离婚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，最后还是要死在我手里。”沈成峰得意地掀开被子，却只看见脸色发青、已经死亡的孩子。不，这怎么可能？明明应该是那个女人。他吓得摔到地上，拼命摇头，希望忘掉这一切。他冲向前给孩子做心肺复苏，可是无论怎么按压和叫唤，孩子都没有反应。他已经死亡，静静地躺在地上。我回到房间，看见床上的孩子，大叫一声：“沈成峰，你做了什么？”我刚哺乳完回来，就看见眼前令人惊愕的一幕。但是我意外吗？一点都不，因为这一切都是我安排好的。自从我和孩子关系变好之后，孩子时不时会因为怕黑而跑过来和我睡。我会给他讲睡前故事，给他开着小台灯，这些都是沈成峰不会做的。我算准了，沈成峰已经在崩溃的边缘了。这一个月长期的应酬会喝上不少酒，我从1个月前开始就在等待着这个机会，能让他从我的生活彻底消失，不带走任何钱财的方法。我故意在他面前提起让我死去这件事情，勾起他心里的罪恶。既然已经萌生了让我去死的想法，他必然会在某一天再次下手。我抓起手机立马报警，警察到来抓走了沈成峰，孩子的尸体由赵锦英认领。闻声赶来的李文婷吓得当场昏厥，被送进医院抢救。法庭上我声泪俱下，控诉着多年来沈家的暴行。我手机里存了不少被殴打时拍的照片，一经公开便博得众人同情。我将孩子是沈成峰的私生子的事情爆料给媒体，还附上了他们在医院的照片。我早就知道了，孩子是沈成峰的私生子，他出轨我的闺蜜，在我怀孕的时候，希望害死我，好让我闺蜜成为沈夫人。因为他们听信医生说肚子里是个女孩，甚至还想害我流产，只是我福大命大，每次都躲过去了。他还扬言，如果说出去了就要杀死我，而他真的做了。我都不敢想，如果当时是我躺在床上。说到这，我顿了顿，2行清泪瞬间流了下来，墙倒众人推，就连当初那几个潜水员也出来作证。我看到了，当时就是沈成峰拔掉他的氧气瓶之后游走了。他还拿钱贿赂我们，几个潜水员轮流出庭，坐实了沈成峰谋害我的事实。下了庭之后，医院那边传来李文婷的消息，让我赶紧去看看。我马不停蹄地前往，只不过不是因为担心，而是按耐不住心中的激动，迫切见一下我多年来的成果。患者的情况很不乐观，长年累月的重金属元素已经严重影响大脑的记忆力，这是不可修复的。
内脏功能也有不同程度的受损。最坏的结果就是这辈子都要在医院里治疗。医生对我说：“我可以探望一下患者吗？”可以，但是因为病情影响，现在患者的情绪很不稳定，家属要注意安全。说罢，医生示意我可以进入病房后，便离开了。李文婷，我给你找的医院还不错吧？我漫步走进病房内，幽暗潮湿的环境让李文婷看不清我的脸。你这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害了我的儿子，害死了我的孙子，现在还要来害我！我的家都被你搞得鸡犬不宁！李文婷见我进来，发疯般大喊，只是手和脚都被链子捆住，动弹不得。这还得感谢你，如果不是那日在书房中你催促沈成风赶紧将私生子接回家，我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存在。我笑眯眯地盯着床上喘着粗气的李文婷，很难受吧？你吃的每一顿饭里面，我都加了东西，但是警察不会找到的，我已经处理好了。这辈子你就和你儿子一样，过着绝望的日子，直到死去吧。说罢，我离开这个永远不会再回来的医院，回到家应付刚来的警察。李文婷重金属中毒的事情惊动了警方，现在还在家里排查。警官有什么发现吗？这真是太可怕了！家里还有孩子，如果一个不小心……见我啜泣道，警官开口说了自己的发现。我们在李文婷的敷护品和化妆品里面检测到重金属反应，初步怀疑是用了三无的美白产品导致重金属中毒。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带回警局调查，感谢你们的配合。待警察走后，我长舒一口气，他们只能断定是长期使用伪劣化妆品导致的重金属中毒。因为我在李文婷的敷护品和化妆品中也放入了含铅的粉末，东西是我从一些垃圾中提取出来的。我和沈成风的大学专业学的是化学，终审阶段我也去旁听了。我很期待沈成风的最终选择。如果他以有精神疾病为由为自己开脱，那么我就有权利将他送入精神病院，并且支配他在沈氏集团的股份。反之，他会因为故意杀人罪而被判处死刑。坐在被告席的沈成风见我缓缓入场，死死地盯着我，恨不得把我杀掉。如果没有警卫在，我相信他会的。根据院方的检测，能够证实被告患有狂躁症，且在行凶时处于发病状态。相关人员将报告呈交给法官，法官研读后采纳了沈成风患有狂躁症的证词，并且最终判处沈成风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不得假释。在沈成风进监狱的前一天，我来到拘留所看望他。你的目的达到了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看着春风得意的我，沈成风咬牙切齿，连后槽牙都要咬碎了。我说过，我不仅要沈家的所有，还要你沈成风的人生。我莞尔一笑，淡淡开口道：我从一开始的目标就是你们沈家的全部。我不在乎你在外面有多少个小三和私生子，如果离婚了还要分一笔钱出去，但是现在都是我的了。看着我的笑容，沈成风不禁打了个寒战。原来我一直不肯离婚就是这个原因。忘了告诉你，临走前我不仅将李文婷的消息告诉了他，还有另外的事情。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，是我从精子库里面挑出的试管婴儿。沈成风彻底绝望了，一个不是他血脉的孩子将继承他的家产。我将沈氏集团的股份抛售出去，用换来的钱注册了一家属于我自己的公司。赵锦英因为承受不住舆论的压力，置买掉国内的财产，带着儿子的骨灰出国。李文婷后来病情越来越严重，已经变成痴呆老人了，嘴里整天念叨我的儿子是个总裁。
我还有2个孙子。早些年因为沈家的事情，我树立了一个不错的形象。公司开业，也许多人奔着沈家独立坚强儿媳妇的噱头跑来与我合作，何乐而不为？某些媒体也曾来采访过我。当问及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，是否会相信沈成峰有回心转意的一天，我简单的回答道：说实在话，我无法相信能做出这样事情的人会有回心转意的一天，就如同已经被污染的海水永远不会变回清澈的蓝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无性婚姻第10年，我怀孕了。10年前宋城被迫娶我，10年后终于离婚。可当我带着孩子准备离开时，他红着眼跪下来求我别走。云间10里，江城最豪华的富人区，和宋城结婚的这10年，我们的房子越换越贵。我也从一个普通的林老师，变成了圈子里有名的宋太太。整个别墅没有一丝灯光，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等着我从不会在2点前回来的丈夫，心里一片死寂。是了，我的丈夫宋城在新婚夜就和我分居了。结婚整整10年，除了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准备早餐，能和他见上一面，我们的交集屈指可数。指针划过2点，门口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。宋城打开灯看到我，一脸惊愕。或许奇怪这么多年别墅第一次没给他留灯，或许奇怪等着他的我。新婚不久我也是等过他的，换来的是他冷漠地告诉我，再这样等他不会再回来。我的百般讨好只换来了和他共用早餐的资格。怎么还没睡？不是说过不用等我吗？宋城的声音一如既往的清冷。我们离婚吧。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身体像被抽空了一般，好像压在心里多年的石头被搬走了，有点空，又说不出来的放松。我没空陪你玩游戏。是啊，谁会相信当年不顾一切要嫁给他的我，真的想离婚呢？没开玩笑，我们离婚，认真的。因为宋氏给微微的新戏投资。宋城的眉头皱起，这是我欠微微的。结婚前我说过，我会娶你，也会对婚姻忠诚，但我会弥补微微。宋城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看着我，似乎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。你欠他的，我不欠。我想离婚和别人没关系。我面无表情，语气平淡。宋城似乎意识到我真的要离婚，叹了口气，爸妈不会同意。是啊，当年能嫁给宋城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我的公公婆婆，他们喜欢从小看着长大的我，看不上只是一个漂亮的孤儿的李小薇。他们会的，如果他们知道我们10年都没同房过，你是因为这个。宋城的话还没说完便被我打断。我怀孕了。第2天我下楼的时候，宋城还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衣服没换，像是坐了一夜。结婚10年，头一次我没有早早起来做早餐。宋城看着我的眼神复杂。孩子是谁的？陆燕。宋城满脸疲惫，声音低哑。我嘲讽一笑，陆燕是李小薇的老公，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别人的老公。那是谁？宋城的语气中带着难堪和隐忍。不知道，只不过一夜罢了，不知道是谁。我语气随意。你就这么糟践你自己，为了报复我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……宋城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难得的情绪起伏这么大，额头上的青筋凸起。宋城，我只是累了，我没想报复谁，孩子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会生下来。我们离婚后，你一个人也好，再找李小薇再续前缘也好，都与我无关。我们离婚，协议也好，起诉也罢，我心意已决。宋氏的钱我不要，我父母给我的遗产足够我这辈子花了。10年了，这段错误的婚姻该到头了。宋城看着我，
少见的完完整整的把我看在眼里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你想好了？是，我毫不犹豫。良久，宋城开口：好，我会安排律师，婚后共同财产给你一半。行，一个要离婚的单亲妈妈，没有理由拒绝丰厚的财产。最先知道我和宋城要离婚的是我的公公婆婆，这世间除了父母对我最好的人，也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人。说起来，我和宋城也算是青梅竹马。我们两家小时候就是邻居，宋父宋母那时候生意不大，却忙得脚不沾地。宋城经常被送到我家。我的父母都是大学老师，爸爸更是江城大学的知名教授，书香门第。加上我从小就学习优异，宋父宋母非常放心，两家的关系也都很好。小时候的宋城就像养在我家一样，而我也总喜欢跟在宋城身后。那会儿同龄的小伙伴们都知道，宋城的身后永远有一条漂亮的小尾巴。而我被欺负的时候，宋城也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保护我。什么时候开始变了呢？我看着面前的宋父宋母，这10年，他们不是不知道宋城对我的冷淡，也多次敲打宋城要好好对我。我们10年没有孩子，他们不知内情，也未曾对我不满。这段婚姻若说给我的还有一丝温情，便是这比得上亲生父母的公婆了。乖乖，听宋城说你们要离婚，是不是那小子欺负你了？你跟爸妈说，爸妈去教训他。离婚不是小事，我们宋家只认你这个儿媳妇，是不是又是李小薇那个贱女人？当初就搅得你们退婚，现在结婚了还不安分。陆家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天天出来抛头露面拍戏。乖乖，爸妈都是站在你这边的。你的爸妈可是为了救宋城命都没了，宋城敢跟你离婚，我们宁愿没有这个儿子。我的眼睛变得潮湿，他们关心的话在耳边萦绕。比起调皮的宋城，从小宋父宋母就格外喜欢我，宋城都时常吃醋说不如让我做他们的女儿。我的父母为救宋城去世的那天，宋父宋母说以后他们就是我的爸爸妈妈。这些年，他们对我的疼爱比宋城更甚。爸妈，是我要离婚的，和宋城没关系。宋城被逼跟我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他不快乐，我也不开心，我累了想放手了。我怀孕了，孩子不是宋城的，结婚10年，他从来没碰过我。爸妈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再做你们儿媳妇了。我的眼泪终于落下来，在和宋城提离婚的时候，我没有哭，怀孕的时候没有。这10年里，直到李小薇和宋城藕断丝连，宋城为李小薇在娱乐圈保驾护航的时候也没有。可如今看着2位关爱我的老人，我终于泣不成声。宋父宋母如遭雷击，许久说不出话来。这场婚姻伤害的又何止我们？和宋城的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，宋父宋母和宋城都一致要分我一半财产，而宋父宋母更是表示以后我就是他们女儿。乖乖，是我们宋家对不起你。你不想离婚的话，这个孩子以后就是宋家的孩子；你想离婚的话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宋家的女儿。恍惚间想起宋父宋母的话，小时候只有2家父母和宋城会叫我乖乖，父母去世后，宋城也对我没有了从前的情分，就只有宋家2位老人这么叫我。这么多年，他们对我的疼爱，让我觉得这段婚姻或许没有那么失败了。离婚那天，宋城一身黑衣白衬衫，已经35岁的宋城依旧俊朗不凡，依稀能见10年前让我心动不已的眉眼。多年的商场沉浮让他更添魅力，以后江城又多了一位钻石男了。我今天从云间10里搬出去，王嫂继续留在那里伺候你，以后有事情解决不了来找我，
不得不说，宋城的确是个厚道的男人。如日中天的宋氏企业，他给了我一半的股份，房产、不动产等也大半分给了我，无情又有情。若非如此，我也不能在这段冷漠的婚姻里忍受了10年吧。好，我想离婚，也打定主意远离这么多年的爱恨纠葛。不过因为宋父宋母，我并不想撕破脸。说到底，当年想结婚的是我，如今想离婚的也是我。离婚后，我的生活并没有不适应。宋城本就在我的生活中出镜很少，只除了我再也不会。因为怕宋城常年饮食不规律，早起精心准备早餐，每天将宋城的衣服、鞋子、手表搭配周到，将宋城的胃药按时按量地送给他的助理。宋城冷落我10年，我就努力见缝插针地在他生活里逗留了10年。我的一腔孤勇换来，撞得头破血流。我也说不清在什么时候，对宋城的爱意就慢慢消散了。曾经，我只爱宋城。父母去世，失去家人后的我拼命抓住宋城，而如今，我有了孩子，孩子会是我余生最亲近的家人。有了孩子的我，身体并不好受。我比宋城小1岁，现在也是34岁的高龄孕妇了。强烈的孕吐反应让我的身体迅速消瘦。去做产检的时候，离婚后，我第一次看到了宋城，以及他身边的李小薇。看了一眼头顶上的妇产科3个字，我心底一潮。怎么一个人来？王嫂呢？宋城清冷的语气中带着不满。林姨姐，你也身体不舒服吗？李小薇戴着口罩，漂亮的眉眼比10年前更加精致。以前只会穿衬衣牛仔裤的孤儿，现在一身高定，再没了从前的谨小慎微，还是和宋氏并驾齐驱的陆家太太，娱乐圈的一线明星。陆燕出差了，我才让程哥哥来陪我做产检的。林姨姐别误会，真是一脸的纯真无辜。我冷漠地开口，别叫我姐，我爸妈只生过我一个女儿，现在我和宋城离婚了，你更用不着来和我攀亲戚。这10年，李小薇多次在我和宋城的婚姻里以无辜者的姿态出现，我也多次因为宋城对她的维护心口发疼。可现在看着他们，心里却没了一丝波澜。原来会变的也不只是宋城啊。李小薇一愣，她似乎也没想到我们居然离了婚。林姨姐，当初你不是最想嫁给程哥哥的吗？怎么会想离婚呢？是因为我吗？程哥哥现在只把我当妹妹，我也结婚了。如果林姨姐介意，我不耐地打断，以前想结，现在想离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宋城以前喜欢我，现在不也喜欢你？至于你，我结婚不是为你，离婚更不是。难不成你结了婚还能和宋城有什么关系？我虽不再爱宋城，可对李小薇始终是厌恶的。毕竟如果没有他，我和宋城或许不会走到今天。李小薇无辜的眼神看着宋城，眼中泪水半落不落。从前只要他这样看着宋城，宋城的维护便会随之而来。林姨，微微只是关心你，你何必咄咄逼人？林姨，陆家不赞同微微去娱乐圈，她一个新人难免被欺负，我只是帮帮她。当初是我抛弃了微微，微微也很无辜。林姨，微微胆子小，你不要针对她。可今天宋城却反常的沉默。李小薇眼中浮起了难堪。宋城说道：以后王嫂不方便的话叫上我，孕妇一个人不安全，婚前没有的关心，婚后倒是看到了，但我已经不需要了。你怀孕了？怎么可能？李小薇的声音尖锐起来，似乎难以置信。怎么不可能？你能怀孕，别人不能吗？我语气平淡，转头看向宋城，不必了，我没有让别人的老公陪我的癖好。李小薇的脸色瞬间苍白了起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
只是觉得这么多年都没有怀孕，有点突然。我看着李小薇，平静开口：“没什么，孩子不是宋城的。”李小薇陡然失声，宋城面色僵硬。我微微一笑，转身离去。我心底发笑，真以为我一定会爱宋城一辈子吗？晚上回到家的时候，鼻青脸肿的宋城在沙发上等我。宋城上次等我，好像还是10几年前的事儿了。我平淡问道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以前宋城手破点皮，我都会心疼半天，可如今看着他受伤不轻的脸，我却一点感觉都没了。原来当年我要死要活想嫁的人，有一天我也会不爱了呀。至于他被谁打的，不用猜，除了陆燕没别人了，陪着别人的老婆做产检。呵呵，若不是知道宋城是什么人，这顶绿帽子怕是摘不下来了。说起陆燕，也是从小和我们一起长大的。比起品学兼优的宋城，陆燕是出了名的混不吝，从小爬墙、逃课、打架，什么都做过。陆家背景深厚，陆老爷子还做过司令。陆燕高中毕业就被家里送进了部队，出来却做起了生意。好在陆家底子厚，现在陆氏的实力比宋氏还胜过一头。宋城和陆燕从小就不对付，可笑的是，还居然喜欢上了同一个女人李小薇。圈子里看不起李小薇出身的不少，但她同时让江城的2大精英倾心，什么出身都不重要了。最后我嫁了宋城，陆燕娶了李小薇，两人依然不对付。这些年，李小薇时常在宋城眼前出现，陆燕十分不满，说我眼光差，看上的什么男人。我们4个人的爱恨纠葛，就这么糊涂地持续了10年。宋城开口道：“今天看你的脸色很差，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？你现在年纪不小了，怀孕有不少风险。宋氏有合作的医院，正常的孕吐反应罢了。今天产检身体没什么问题，离婚前也没见你关心这些，离婚后更不用了。”我喝着王嫂准备的温牛奶，实在不想再应付宋城。宋城沉默了一会儿，又缓缓问出：“这10年，你是不是恨我？是我要嫁的，没资格恨。”宋城看着我没有情绪的脸，眼里有挣扎，有痛苦，还有迷茫。林姨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或许吧。我把你捆绑了10年，今天却发现所有人都在怪圈里困了这么久，也不知道我是该后悔还是该自责。你为了救命之恩娶我，看着李小薇嫁了陆燕，又冷落了我10年，保护了她10年，这段剪不断理不清的关系，我觉得十分厌烦。宋城，是我知道错了，若能重来，我更想回到从前，从前的从前。我的眼前渐渐有了雾气，我有爸爸妈妈就好了，有家人，我就不要你了。如今我真的不要了，发现没那么难，也没那么痛。我的10年也是你的10年，我们都没成赢家，真可笑。呵呵，宋城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了，看见你们。以前的日子我愿赌服输，以后的日子我会和孩子好好过。你不用担心我，你知道的，只要我愿意，我的日子一定会过得好。说到最后，我看到宋城的眼中竟含有泪光。是啊，10年，骄傲明媚说只有我配得上宋城的玫瑰凋谢了，而说要守护玫瑰的王子也不复当年。若能重来，我真的不要爱宋城了，不要在这段以爱为名的囚牢里，让他陪我连坐。我没得到自己的爱人，他也是。孩子的反应比我说的严重多了，胎盘位置低，不到3个月就见红了。医生让我住院保胎，不然孩子或许会保不住。孩子是我如今唯一的亲人。我跟学校请了1年假，就带着王嫂住进了医院，并吩咐她不要告诉别人，起码我要保住孩子的时候，不想再和谁纠缠了。
第一个找来的是陆燕，也不意外，在江城没有陆燕找不到的人。陆燕劈头盖脸地问：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样子？宋城不是你当初死活要嫁的吗？如今的我形容憔悴，为了保住这个孩子，吃了不少苦头。我波澜不惊地说道：难道你怕宋城去找李小薇？他爱找不找？这孩子是谁的？陆燕一脸不羁，还是当初那副痞帅的样子。陆燕看着玩世不恭，但整个江城都知道他手段厉害，在他手上没有亏过的生意。不知道，林姨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在生孩子，你说不知道孩子是谁的，早知道你他妈这么作践自己，我当初就不该。陆燕一脚踢开了椅子，烦躁地抓了抓头发。我生孩子，你这么生气干嘛？李小薇不是怀孕了吗？难道你怕孩子不是你的？我的话让陆燕涨红了脸，她气急败坏。我是说你，这个孩子你准备怎么办？我淡淡开口，生下来，宋城给我分了很多钱，足够我带着孩子花几辈子了。可是孩子没有爸爸。陆燕终于平静下来，你以后要怎么跟他解释他没有爸爸？有些角色不是钱能替代的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他未必以后都没有爸爸。我只是离婚了，不是要为宋城守节。陆燕却笑了。林姨，真有你的。躺在病床上，我想着曾经为什么一定要嫁给宋城呢？5岁那年，宋家搬到我家隔壁的别墅，自那以后，我的世界里就有了个宋城哥哥。每天我们一起上学回家，妈妈给我准备的饭盒永远有宋城的一份。10岁的时候，我读《小王子》，为那朵被留下的玫瑰流泪。宋城说我就是最漂亮的玫瑰，他会是永远保护玫瑰的小王子。初中开始，我的抽屉有了其他男生送来的情书，每次都是宋城出面退回去，并把人揍了一顿。慢慢大家都知道我是宋城的小青梅，谁都不敢打我的主意。高中时，我的数学偏科，晚上学习到深夜，压力大到偷偷哭。宋城总是能抽出时间帮我补课。在我们考上同一个大学时，他比我还要高兴。我们一直是所有人眼中的金童玉女，两家父母也约定了大学毕业就订婚结婚，宋城也不曾反对。我和宋城没有轰轰烈烈的追求和表白，但10几年的日子早就让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彼此。我的人生一直顺风顺水，直到那一年，李小薇的出现打破了我们的幸福泡沫。李小薇是孤儿，一个在人群里让人见之难忘的漂亮的孤儿，还是我们家一直资助的孤儿。我们家的善意将她送到我的身边，给我的人生带来了致命一击。李小薇比我小3岁，我大4那年，她才刚考上江城大学。作为我们家的资助对象，踏入我们家。据她说，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坐火车。彼时的李小薇一身廉价的衣服，洗得发白的书包，贫穷而美丽，怯生生地叫我林姨姐。我对她主动伸出了善意之手，邀请她住在我家，给她买了漂亮的小裙子，还带她认识了宋城。那时的李小薇就像我的小尾巴一样，整天林姨姐的叫着。宋城说，就像我小时候跟着她一样。李小薇聪明漂亮，成绩很好，在我的帮扶下，也很快融入了江城的生活。漂亮的女孩子不缺追求者，但李小薇从不接受任何人。我笑着跟宋城说，不知道哪个王子能得她芳心。宋城总是笑笑说，微微还小。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宋城口中的她已经从李小薇变成了小薇，到后来的微微，从最初的不假辞色，到温和有礼，到最后的宠溺。我是从什么时候发现不对劲的呢？好像是我和宋城的约会，每次都变成了3个人。李小薇开始温柔地叫成哥哥，
宋城为我准备的礼物也总多了一份李小薇的。而在我忙着考研的时候，李小薇却能独自和宋城见面了。李小薇也每次都大大方方地告诉我他们的行踪、见面的理由，让我心里有些不舒服，又觉得似乎没有不妥。陆燕那个时候还跟我打听了不少李小薇的事儿，说宋城和李小薇关系好像很好。我都是笑笑说我们关系都很好。李小薇是我们家资助的妹妹，她喜欢李小薇的话自己去追，每次都将陆燕气得跳脚。而在我们准备订婚的时候，假象终于被打破了。我在自己家撞见了宋城温柔地抱着李小薇，他的脸上满是泪痕，可怜地说着不想成哥哥订婚，让人保护欲十足。那天的结果是我怒气冲天，抽了李小薇2耳光。宋城生气地说这不是他的错，然后带走了李小薇。我的人生就此第一次滑铁卢。陆燕走后不久，宋父宋母也找到了我这里，虽有王嫂陪护，他们也经常来看我，为我送饭煲汤。宋城没有来过，我也不想看见他。之后李小薇也找来了，我心底一笑，看来只要我在江城，就注定没有安生的日子了。现在的李小薇浑身上下无不精致，有美貌，有手腕，还有资本护航，在娱乐圈混得如鱼得水。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一身衣服不过100，现在随时一身都大几十万。不得不说，她的确算是成功逆袭。她摸着尚未显怀的肚子，巧笑嫣然：“林姨姐，听说你一个人在这儿保胎，我跟宋城哥说了，让他来看看你，可他死活不同意。李小薇，装了这么多年不累吗？或者说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还有必要装吗？”这次我倒是真的疑惑。李小薇的脸色变了变，又微笑道：“林姨姐，我是真的关心你。我怀孕后，陆家就不让我拍戏了，把我的肚子看得比什么都重。出门也让好几个人陪着我，林姨姐就一个人。”我冷冷打断：“李小薇，宋城给了我1半家产，宋爸爸、宋妈妈也常来看我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的孩子会平安生下。”他似乎对我的平淡十分不满。林姨姐，难道你真的不喜欢宋城哥哥了吗？你以前那么爱他，不惜用叔叔阿姨的死逼他娶你，难道真的放下了吗？果然是越熟悉的人，越知道刀子往哪里捅最痛。我不爱宋城了，可是生我养我宠了我那么多年的父母，却是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他们死在了那个大雨天，为宋城而死。那年我和宋城闹崩，我们的订婚即将破裂，我日日魂不守舍，就像失去了最心爱的宝物。我第一次埋怨上了狼心狗肺的李小薇，甚至怨上了资助这只白眼狼的我的父母。我的父母为了我找上了宋城，那天晚上他们说了什么没人知道，只是回来的路上，他们坐了宋城的车，刹车失灵，我的爸爸将驾驶座的宋城推了出去，自己奔向了死亡。妈妈和宋城都跳了车，最后活下来的却只有宋城。从那天起，好像我也变成了孤儿。许是对我脸上的痛色十分满意，李小薇笑意更甚：“林姨姐，这可是你好不容易换来的机会，你就这么不珍惜，叔叔阿姨怕是都会怪你。我对他的厌恶终是难以掩饰，不如你下去替我问问，或许他们更后悔的是，不该资助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。现在我不要宋城了，你还来找我干嘛？难不成你其实不喜欢宋城，你只是想要我的东西？”李小薇瞬间面红耳赤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。她继续笑着说：“林姨姐生下来什么都有，又怎么能体会我们这种人的痛苦和挣扎？若不会钻营与谋划，我又怎么会有今天？可林姨姐生来什么都有，现在除了离婚分到的钱，也什么都没有了，不是吗？
我曾经是孤儿，可林姨姐现在也是孤儿了。程哥哥不回家的那些天里，可都是和我在一起。林姨，你在高高在上，现在也被我踩在脚底了，不是吗？她精致的脸上有一丝扭曲，我也不清楚她的恨意究竟来自哪里。李小薇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冲进门的宋母抽了一耳光。贱蹄子，没教养的东西！林姨是我们的女儿，轮得到你来说三道四，活该陆家人都不喜欢你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。宋城敢跟你来往，我们就当没这个儿子。宋氏可不是宋城一个人的，烂心烂肺、猪狗不如的人，养条狗都比你会报答人。林家资助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肚子里怀着孩子还来害人，当心遭报应。林姨有什么事儿，我饶不了你。宋母早年做生意十分泼辣，李小薇在宋母的叫骂声中节节败退，而门口的宋城更是脸色难看。李小薇脸色苍白，哭着说：“程哥哥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关心林姨姐。”可林姨姐不领情，我一时生气才口不择言。不久后赶到的陆燕不由分说打了李小薇一耳光，一脸戾气。我说了不许找林姨的麻烦，听不懂话以后就别出门了。这次他的2个护花使者都没站在他那边。陆燕带走了李小薇，说以后不会让他再来找我。冰冷的病房内只剩下了我和宋城。他将保温桶放到了桌子上，坐在我的病床边，开始削苹果，然后切成一小块的放到盘子递给我。这个画面小时候他做了无数次，我没接，嘲讽一笑：“宋城，离婚了看到你的次数好像反而变多了。还有，我现在不爱吃苹果了。”从他开始同样给李小薇削苹果的时候就不想吃了。林姨，我很抱歉，这么多年都很抱歉。宋城的语气带着无力。我看着宋城，平静说道：“宋城，你该解脱了。我也是，是我爸自己想救你，你用不着背着人命过一辈子。”宋城固执地回应：“结婚的时候我说过会照顾你一辈子，不管是不是离婚，我都会。这个离婚不拖泥带水的人，似乎执着于一定要照顾我。”我缓缓开口：“宋城，那天晚上，我爸妈和你说了什么？”这个问题在我和他共同的逃避下隐埋了很多年。我猜，他们看我那些天那么伤心，肯定是要你离开李小薇吧？我们家把李小薇赶出了门，她就被你接走了。他们要李小薇离开江城，是不是？你正喜欢她的时候，肯定没同意，所以你们大吵一架。你要跟我退婚？宋城的眼睛发红，声音哽咽。乖乖，不等宋城回答，我继续发问：他们那么宠我，一定很生气。我爸爸有心脏病，是不是被气得病发了？他的药在身边吗？宋城，这么多年你冷落我，真的是因为李小薇吗？还是你根本不敢面对我？宋城，我爸爸的死真的是意外吗？宋城在我的目光中败退下来，他的脸色灰白，身体像被压垮了般弯曲。最终宋城狼狈离开，再没来过。上次李小薇来闹了一场后，我开始盘算着离开江城了。在这里，我不放心孩子能顺利出生，既然要离开这些爱恨纠葛，索性就断个干净。这座城市承载了我前半生所有的喜怒哀乐，和过去告别，离开或许是最简单粗暴的方式了。我将手中的资产做了梳理，股份分红每年会定期打到我的卡上。名下的许多不动产，我开始托人出售。至于一些大额资金，我找了理财经理帮忙打理。做资产规划的时候，我再一次看见了那一晚的人，或者说是我孩子的父亲。孩子的基因看起来还不错，眼前的男人外形条件很好，是个小有名气的投资人。当他那天看见我5个月的肚子时，
我不意外，他又找到了我。他小心地斟酌措辞：林小姐，我是顶峰投资的赵恒，我想问下这个孩子。我直截了当：和你无关。他继续说道：那天你是第一次，孩子的时间正好。我冷静地说：赵先生，不管你是否是孩子生物学上的父亲，孩子都是我一个人的。那天不过是成年人之间的你情我愿。我想赵先生也不是一个爱惹麻烦的人，这个孩子未来不会和你有任何关系。恍惚间想起那一晚，又是李小薇那边出了问题，宋城跑过去解决，而李小薇十分体贴地发来了照片，和我表示了感谢。这些年，因为李小薇，他们的互动一次不落地直播给我看了，于是有了那一夜纸醉金迷的酒吧里，我无声买醉，没有拒绝赵恒伸向我腰间的手，和他在我耳边吐出的一句可以吗，然后一起毁灭吧。醒来时，我没再看身边的男人，悄声直接离开了。孩子是意外，但却是如今我唯一的期盼。日子还要过下去，总得有点盼头儿。赵恒没被我的冷淡吓退。林小姐，你的情况我都了解，我不知你和宋总的婚姻出了什么问题，但孩子既然是我的，我愿意对你负责。我今年36岁，未婚，是顶峰投资的高级合伙人。我知道林小姐继承了不少财产，这些都可以婚前公证，而我的资产和收入都可以作为婚后财产共享。我是江城人，父母都在江城医院工作。我希望和林小姐以结婚为前提交往，请你相信，我是有诚意的。我微微蹙眉：赵先生，据我所知，我们是第一次见面，如果只是为了孩子，没必要。赵恒继续开口：林小姐，既然我们目前都未婚，并且共同有孩子，另外你的条件也符合我对另一半的期待，所以为何不试试呢？我没再拒绝。其实赵恒说的倒也没什么问题，比起别人，起码他是孩子的父亲。之后赵恒陆陆续续地约我，不过分热情也不疏远，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，不愧是资深投资人，和人交往起来很是得心应手。我的资产被打理得不错，房产也陆续卖出了一些，这其中赵恒出力不少。我露出想离开江城的想法时，赵恒并没阻止，之后几次产检也都陪我一起。其实过日子的话，这样的人也没什么不好，可我想远离过去平静度日，却总有人不如我愿。景浩宋氏总裁夫人婚内出轨，怀奸夫孩子被扫地出门，景浩的头条打破了这1个月来的平静生活。我的孩子现在有6个月了，头条上赫然是我和赵恒的照片，一起吃饭的，还有去做产检的。我们举止不曾亲密，但角度拿捏到位。我和宋城的离婚时间、孩子的月份都被爆出来，网上铺天盖地的都是我给宋城戴绿帽子，还恬不知耻分走他1半资产的消息。我的学校电话都被人肉，各种人的辱骂电话响个不停。这女人看着挺清纯的，却那么浪，还是大学老师，以后别让孩子报那所学校。这种人不配为人师。听说他爸妈还是教授，就教出这个不知廉耻的人，不会他们就是被他气死的吧？各种恶毒的谩骂向我袭来，能让和宋氏有关的消息这么快传播，除了顶着陆夫人名头，在娱乐圈有不少资源，又对我身怀恶意的李小薇，没别人了。很多时候我都在想，我们是不是上辈子的孽缘？纵使我嫁了宋城，这些年他做了陆夫人，宋城又对他多有照顾，他对我的恨意何至于如此之深？可这一次，我不会束手待毙。宋城找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整理李小薇的资料，里面包括她如何接受我父母的资助，怎么抢走我的未婚夫，
以及这么多年他一边做着陆夫人，一边发给我的和宋城来往的各种记录，连宋城都不知道，这10年来，他和李小薇的行踪一次不落地被送到我手上，精心挑选的图片和视频更是让他们的纠缠实锤。李小薇既然想用舆论攻击我，就做好反噬的准备吧。这些年，我不和他计较，只是不想打破这段婚姻表面的平静。可当宋城什么都不是的时候，他李小薇又算个什么东西呢？别墅里，宋城小心翼翼地看我的脸色，我觉得好笑。这10年的煎熬，让我早已没什么承受不住的了。他试探地开口：“网上的绯闻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会处理。”我嘲讽一笑：“你准备怎么处理？别跟我说你不知道是谁做的。”宋城不敢直视我的目光，低下了头：“我会承认这个孩子是我的，我们是和平解除婚姻。”我看向宋城：“认下不是你的孩子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爱做冤大头。”他无视我的嘲讽，继续开口道：“你愿意的话，这个孩子就是我的，也是宋氏唯一的继承人。”我不怀疑他的话，这么多年，宋城在钱上从来不亏待我。不用了，宋城，孩子只是我的，和你无关。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，你要不要帮他，都随便你。我吐出一口气，突然感觉有些无力。为什么就算我放手了，还是离不开你们的纠缠？宋城，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宋城看我神色落寞，眼中闪过愧疚和不忍。他艰难开口：“是我的错，是我错了这么多年。”走之前，他留下一句：“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”可他不明白，我早就不需要他的交代了呀。李小薇和宋城纠缠的证据被放在网上后，反响比我预想的还要热烈。李小薇是一线女星，一直以来都是清纯玉女的形象，粉丝众多。可我放出的各种聊天记录、高清图片和视频，都是实锤中的实锤，容不得她挣脱和辩解。一时之间，李小薇的被骂声覆盖全网，愈演愈热，远远盖过了我的绯闻。甚至还有人同情我这么多年忍辱负重，被小三踩在头上。而宋城出面承认孩子是他的后，众人更是认为我的失婚是被李小薇逼迫。李小薇的各种广告代言被解约，剧组也停摆了，违约金有陆氏兜底，但他的名声是烂到底了。看着他如过街老鼠般被讨伐，我颇为满意。连带着陆氏都受到了舆论的冲击，更有陆氏总裁当接盘侠的戏言。陆燕的电话打来时，我正在浏览网上的帖子，不知是不是宋城出手，网上对我的消息几乎都淡化了，没有溅出多少水花。陆燕没有质问我，只是问道：“林怡，有没有消气？”我被他气笑了。他的老婆网暴我，他却问我有没有消气。陆燕，你不知道这堆破事儿是谁造成的吗？还是你不知道我出手对付李小薇？电话那边的人轻笑一声，毫不在意地开口：“他自作自受，你可别怪在我身上啊！你说过不会让他再来烦我。”看来陆少爷也管不住自己的老婆。陆燕放松一笑：“很快她就不是我老婆了，宋城都离婚了，你真当他会一直吊在我身上？”陆燕当年不顾陆家反对，非要娶李小薇，现在却听不出对她还有多少爱意。难道时间真的能让所有人都变得面目全非吗？挂断电话后，我并未把陆燕的话放在心上。左右，李小薇未来和谁在一起，都与我无关了。为了养胎，我一直安心待在家里，除了必要的产检，我很少出门。李小薇约见我的时候，我是断然拒绝的，但她却给我了无法拒绝的理由。林怡，你不想知道你父母去世的真相吗？呵呵，看来这真相
竟是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。和李小薇见面，我谨慎地选在了闹市区的咖啡厅。再见她，漂亮依旧，但厚重的妆容都盖不住她的憔悴。还有平坦的小腹，如果孩子还在，就算月份比我小，也早该显怀。顺着我的目光，她自嘲一笑：“没错，孩子没了。你知道怎么没的吗？”我沉默不言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看我不说话，她继续开口：“是被她的亲生父亲亲手弄没的。”我蹙了蹙眉，陆燕再放纵，也从不对女人动手，何况是自己的孩子。看着我满脸不信的神色，李小薇大笑出声：“你不信是不是？哈哈哈！谁能相信天之骄子的陆大少爷会家暴呢？这么多年，我每找一次你的麻烦，陆燕就会对我动手一次。你是不是觉得这10年只有你饱受折磨？你的每一次痛苦都会加注在我的身上，一次不落。就连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也是那天去医院找你，回去后被他失手推掉的。”我虽不解陆燕为何如此，但对李小薇才是最无语。既如此，她还为何非要来找我的麻烦？仿佛看透了我的想法。李小薇的面色开始狰狞：“我就是不想让你好过，凭什么？当年明明是我要嫁宋城的，可他偏偏娶了你，就为了你死去的爸妈。你知道你爸妈怎么死的吗？是陆燕对宋城的车做了手脚。他本想让宋城死的，结果你爸妈却做了替死鬼。你不知道吧？陆燕早就对你动了心思，他以为宋城死了他就有机会了，没想到最后只有宋城活了下来，更没想到宋城反而因为救命之恩跟你绑在了一起。”李小薇的笑中带着快意：“高贵的林大小姐，就算男人都喜欢你又怎么样？他们还不是一起害死了你的爸妈？林姨，你说是你可怜，还是我更可怜呢？”哈哈哈！李小薇的话在我心底掀起惊涛骇浪，突如其来的真相让我措手不及。我虽对父母去世心存怀疑，却没想到真相比我想象的还要残忍100倍。所以那天死的本该是宋城，我的父母为了我去找宋城，成了他的替死鬼，而凶手是和我们一同长大的陆燕。陆燕的杀人动机是我。在我父母的死亡里，我、陆燕、宋城、李小薇没有一个无辜。我的呼吸急促起来，双手狠狠握拳，指甲被掐断在掌心。这迟来的真相像一把利剑刺向我，让我窒息，小腹传来阵痛。我清醒过来，咬紧舌尖，全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我还有孩子。李小薇看着我逐渐平静的脸色，十分鄙夷。不愧是林姨姐，知道了真相还这么淡定。看来你爸妈是白死了。我紧紧地盯着李小薇，这件事为什么当初不说，现在又来告诉我？李小薇神色狰狞起来：“你以为我想看着你嫁给宋城？你爸妈死了，宋城说都是他的责任，他必须娶你。而陆燕知道那天他让人动手，被我听到了，他让我选，是跟他结婚还是死？我总得活着不是吗？做陆太太听起来也不错。我以为陆燕喜欢我，可她每次在床上叫的都是你的名字。林姨，难道我不该恨你？你抢了宋城的人，还占着陆燕的心，我的人生都被你毁了。”说到此处，李小薇的眼泪簌簌地落下，毫无形象可言。我缓缓开口：“李小薇，没有你，我和宋城本来就是要结婚的。”李小薇面脸泪痕，眼带恨意看着我。今天我才终于明白，这么多年他恨我的原因。他放肆大笑：“林姨，难道你真以为没有我，你就会和宋城相亲相爱？没有我也会是别人。男人有了二心，和任何人都无关。”我平静地看着他：“所以这些年，你和宋城纠缠，
每次都要让我知道。李小薇歇斯底里：是啊，凭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这么痛呢？我喜欢的人娶了你，我嫁的人却只爱你，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继续做着你的大小姐，做着宋夫人。我费尽心机怀了这个孩子，还被弄没了。你该死，你们都该死！看着他陷入疯狂，我的心底逐渐不安。我心生退意，起身准备离去。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了，我该走了。站起来后，我的全身发软，又瘫倒到椅子上。李小薇挑衅地看着我：哈哈，林姨姐还真是天真啊，真以为我是找你叙旧的吗？在我失去意识前，我想我还是小看了李小薇。纵然面前的咖啡我一口没喝，还是中招了。我被绑架了。醒来后，昏暗的屋子里，我被绑在椅子上。李小薇绑架我是为了什么呢？来之前，我留了个心眼，告诉了王妈我的行踪。想来王妈现在应该联系上了宋城。刺眼的灯光亮起时，我一度睁不开眼。接着，映入眼帘的是空无一物的厂房和一脸得意的李小薇。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响起：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回应我的是李小薇不留情的一巴掌和居高临下的讽刺：林姨，落在我手上，你最好乖一点，我还能让你活久点。我的嘴角出了血，冷漠地说：你要是想杀我，就不会等到现在了。李小薇不以为意：林姨姐这么聪明，不如猜猜，先找来的是宋城还是陆燕？我问道：宋城这些年对你照顾有加，你还有什么不满的？李小薇看着我，眼中有一丝怜悯：呵呵，他要是爱我，怎么会都离婚了还不愿意娶我？这么多年，他是对我有求必应，可你知道他透过我在看谁吗？我不好过又怎样？你也什么都不懂，什么都没得到，不是吗？我怎么会不懂呢？宋城对我的感情早就刻在骨子里，就算暂时的移情，也终会屈从本心，选择自己的爱人。可他早就不敢爱我，不能爱我，也不配再爱我。这10年，他守着心底的秘密，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这样消耗着彼此的爱意，一起等着被真相凌迟的这天。我不要宋城了，宋城也不会是李小薇的。我和李小薇究竟谁更可怜呢？我也想不清楚，但我知道浑浑噩噩中，我们4个人谁都没赢。我知道宋城在李小薇身上找到了我的影子，但骄傲如我，不肯原谅宋城哪怕一时的背叛。父母去世后，我主动要嫁给宋城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有罪，这段婚姻的囚牢是我主动入狱，连带着给宋城也判了刑。我知道宋城无法面对我，我知道宋城保护李小薇的隐秘心思。我自己种的果，怎么会不知道他苦不苦？若非这个孩子，我怕是如今都无法放过自己，和过去和解。我闭上眼，保存体力，等待着最后的审判到来。是一个找来的，是宋城。看着我被绑，宋城脸色大变，他刚想上前，就被贴在我脸上的匕首吓退。宋城声音颤抖，看着李小薇说道：放了林姨，你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李小薇脸色苍白，像一个女鬼咯咯笑出声：程哥哥，那你娶我好不好？要不是林姨，10年前你就该娶我了，不是吗？我杀了他，就没人阻拦我们了。宋城一口应下：好，我娶你，你放了他，我们马上结婚。李小薇的手一抖，我的脸上渗出一丝血痕。此时的他像一个疯子，嘶吼着说：骗子，你在骗我，你只是想救林姨，你从来都没爱过我。当年你不肯娶我，这么多年也从不碰我，就连离婚了也不要我。我只是个影子，用来代替林姨的影子。你光明正大的偏袒我，却小心翼翼地爱着她。
你想看他在乎你，为你吃醋。这么多年你默许我的动作，可他从来没有反应。哈哈哈哈，他不爱你，他早就不爱你了。李小薇的话让宋城僵硬的脸色碎裂开来。宋城脸色颓败，低沉说道：“是我对不起他，你放了他，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。你还可以做你的陆太太。”陆太太这3个字仿佛打开了某个开关，让李小薇更癫狂起来。她将匕首贴近我的脖子，我的脖子很快就出了血。陆太太，谁知道风光无限的陆太太过的什么日子？没有爱，没有尊严，没有名字，甚至连唯一的孩子都没了。我恨你，是你让我爱上你又不要我。我恨陆燕，他娶了我却把我踩在脚底。我恨你们，你们都该死。脖子的痛意让我不敢乱动，没人敢惹一个疯子。你要是恨，就杀了我，是我对你动的手。你想报仇冲我来。陆燕冷冽的声音随之而来，她俊朗的脸上满眼血丝，眼圈发黑，一身狼狈地赶来，用我来换林怡。这么多年，是我凌虐你。李小薇惨然一笑，哈哈，是啊，罪魁祸首是你。可是，似乎林怡死了，才更让你心痛呢。陆燕沉沉地说道：“林怡死了，你也活不了。”李小薇笑中带泪，是吗？可我早就不想活了呀。死之前，拉你们心爱的女人垫背，也不算亏。宋城冷静地说道：“李小薇，林怡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。你要报复，找谁都不该找他。”李小薇眼神发狠，匕首又贴近了1寸。林怡无辜，那我呢？是林怡带我认识你，是你没拒绝我，是陆燕要跟我结婚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不幸的只有我？我平淡地说：“李小薇，你觉得痛苦，可我也什么都没得到。现在我选择了放手，你也可以。”李小薇冷笑一声：“太迟了，难不成你以为今天之后我还能活着吗？”这时，陆燕一拳砸到宋城脸上，开口大骂：“就是你他妈惹来的风流债！没有你朝三暮四，哪来这么多破事儿？早知道就该让林怡嫁给我。”宋城听到这句话，也抱起反攻道：“你做梦！林怡只会是我的妻子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从小就觊觎林怡，那也比你这个渣男强。搓磨了林怡这么多年，李小薇不是你要娶的，她的野心不是你养起来的。我娶她是为了让林怡安心，结果你他妈结婚了还不老实，两人你来我往，拳拳到肉，都下了死手。眼看着两人都把对方往死里打，李小薇放下匕首，破口大骂：“你们住手！”就在这时，一枚子弹射入李小薇的胸口，鲜血洒了我满脸。昏过去之前，我仿佛看到了宋城和陆燕向我跑来。结束了吗？再次醒来，是在医院的病房，空气中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。宋城守在我的床边，见我醒来，宋城急忙叫来医生为我检查，确认我没事后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我的手缓缓摸向腹部，宋城立刻说道：“孩子没事儿，但你之前动了胎气，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。孩子如今不足7个月，我也确实有些担心。”我喝了一口宋城递过来的水，才觉得嗓子舒服了许多。李小薇呢？宋城沉默一瞬，然后说道：“她死了。陆燕来之前报了警，狙击手开的枪，当场死亡。”我闭上眼，一股凉意袭上全身。李小薇的死，恐怕不只是因为绑架我，还因为她知晓的真相吧。我声音嘶哑。李小薇那天跟我说，当年你的车是被陆燕动了手脚，所以才会刹车失灵。李小薇听到了，所以陆燕才会娶她。宋城脸色骤变，一时难以置信。是啊，他们虽然不对付，可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。没想到陆燕居然曾想要他的命。
那天晚上，我爸妈为什么会坐你的车？宋城一脸痛苦的回忆，良久，开口说道：“那天叔叔阿姨来找我，让我把李小薇送走。那时的我年轻气盛，一口拒绝了他们，还说要和你退婚。叔叔气得病发，后来吃了药，回来的时候我不放心，非要他们坐我的车，都是因为我。本来他们不用死的，该死的是我，是我。”宋城失声痛哭，被愧疚和自责压抑了10年，一朝宣泄，泪水四流。我直视着宋城，宋城，对你的车动手脚，是不会没有痕迹的，除非证据一早就被人掩盖了，而能做到的，必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。宋城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哑然失色，答案昭然若揭，是宋父宋母啊。原来这么多年，他们对我的疼爱，除了从小的喜爱，还有深深的自责。所以宋氏今日的地位，除了宋城经营得当，还离不开陆家的补偿。呵呵，这世界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不堪。我看着宋城，认真说道：“宋城，凶手不该逍遥法外，我父母的死不能就这么算了。”宋城的眼中有愧疚和自责，还有痛苦和难堪。他点了点头，看着我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放心。”接着脚步踉跄地逃离了这里。那天宋城离开后，许久没来过。病房里，我收到了宋氏企业狙击陆氏的消息。陆氏底子深厚，宋氏也不容小觑。2大企业打擂台，江城的经济都动荡了。宋父宋母来看我的时候，我换了称呼，叔叔、阿姨，只一声称呼就让2位老人红了眼。宋母哭着对我说：“乖乖，是宋家对不起你。当年陆老爷子找到了我们，逼我们盖下这件事，我们只是个小企业。”所以看着哭得不能自已的宋母，我的心像被铁丝缠绕了一般，又紧又疼。我缓缓开口：“阿姨，如果当年出事的是宋城，你们也会这样吗？”2个老人哑然无声。怎么可能呢？如果死的是他们唯一的儿子，哪怕鱼死网破，他们也要讨个公道吧。叔叔阿姨，如果你们是劝我放手的话，就不必再说了。或许你们当年有你们的难处，但我父母的死，我会追究到底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。看着我眼神中的坚定，宋父宋母的脸色几经变化，终是没再开口。他们离去前只说了句：“乖乖，我们活到这个岁数了，什么都不怕了，只是对上陆家，我们担心你的安危。”可是我又怕什么呢？约见陆燕的时候，他并未推辞；来到病房的时候，还是那副玩世不恭的样子，一点没提宋城最近的动作。我按下被子里的录音笔，开口问道：“当年是你让人对宋城的车做了手脚，才造成了我父母的死亡？”是，陆燕回答的没有半点犹豫。为什么？陆燕神色认真起来，看着我道：“我想让宋城死，他既然让你伤心，又何必活着呢？你怎么做到的？”我给了宋家的司机一笔钱，事后把人送去了国外。那司机现在在哪儿？陆燕沉默一瞬，目光直直地看着我，接着轻笑出声：“他昨天回国了。”我的呼吸乱了起来。陆燕的目光赤裸又灼热，仿佛看穿了我一般。他承认的干脆，像是预料到我会问什么。陆燕长叹一声：“林怡，这么多年守着你长大的，不是只有宋城？他是个什么东西？敢对你3心2意？这么多年，我玩弄折磨李小薇，就是为了给你出气。我是想让宋城死的，但没想到死的是你父母。我很抱歉，我本想守护你，可没想到给你带来痛苦的反而是我。林怡，对不起，我也不是个东西。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我会让你如愿的。”陆燕离去后，她的话还回荡在我耳边。今天的她卸下了从前的伪装，让我看到了未曾见过的另一面。
走之前，他对着我释然一笑，像是终于得到了解脱。很快，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。我将录音笔交给宋成的时候，他说那个司机自首了。警察抓捕陆燕的时候，他没有反抗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。这支录音笔是陆燕送给我的辅助证据，但我知道，如果他不愿意，没人能动他。我不会代替父母原谅他，就让法律去审判他吧。如今李小薇死亡，陆燕入狱，我和宋成离婚，我们这段故事终于走到了尾声。最后3个月，我准备就在医院待产。这几个月，宋成每天下了班都过来，似乎要把以前缺失的陪伴都弥补回来。不论我的抱怨还是冷眼，他都照单全收。这期间，赵恒来看过我几次，宋成差点和他打起来。绯闻事件后，赵恒的事业也被波及，我有意回避了见面。如今事件平息，他以打理我资产的理由恢复了往来。他是孩子的父亲，我没拒绝他的探望，但还是将手里的资产慢慢收拢，还给未出生的孩子办了信托。这个地方，我还是要离开的。生产这天，宋成和宋父、宋母以及赵恒都守在病房外。我的生产不算顺利，到第2天晚上，女儿才平安出生。看着皱巴巴的婴儿，我的心里觉得十分满足，真好，我又有家人了。我给孩子取名叫林安安，这辈子只要他平平安安就够了。孩子出生第2天，赵恒就向我求了婚，我没答应。我很清楚我有多爱我的孩子，但我也很清楚我不爱赵恒。我曾为了得到一段婚姻，一腔奋勇困守10年。如今，我再也不愿为任何相爱之外的理由再入围城，这只会带来更多不幸。我爱孩子，但我要先为自己负责。拒绝求婚时，赵恒脸上的笑意暗淡了很多。他说他是我江大的学长。我追着宋城跑的那几年，依然是江大很多男生心中的红玫瑰。向来游刃有余的赵恒，袒露心意时难得的羞赧了几分。林姨，那天晚上我很高兴，我终于摘到了心里的红玫瑰。可惜，这支玫瑰还是不属于我。林姨，希望你幸福，孩子，我永远都会负责。我的运气似乎也没那么差，起码赵恒的确是个不错的男人。离开江城的这天，天气很好，万里无云，我的心情也说不出的放松。王嫂没有孩子，这么多年照顾我，我要离开时，她也主动跟着一起。机场内准备过安检时，我看到了匆匆赶到的宋成，他急切地开口：“林姨，留下来，我们一起把孩子养大。我会对他视如己出，我一定做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。我们错过了这么多年，让我弥补你，好吗？”看着这个占据我生命近30年的男人，我一阵恍惚，曾经的爱恨嗔痴，只剩下了如今的淡然。原来，这就是放下。我平淡地说：“宋成，过去的事我已放下，未来你好自为之吧。”宋成红着眼，跪下来求我：“乖乖，你再看看我。”我努力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微笑，转身离开。飞机起飞时的失重感传来时，我想到宋成最后问我的那句：“你还会回来吗？”或许吧，也许很快就回来，也许再也不回来了。